大雄在家里陷入了沉思，他觉得自己在这个世间走了一遭，总要留下一些足迹，也比大雄的名字也要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。那么要怎么达到这个伟大的目标呢？他先睡个午觉，认真思考一下。这时哆啦 A 梦从时光机里钻了出来，他拿着一本未来的百科全书，告诉大雄大事不好了。就在这本书的1259页，记录了一种原本只存在于幻想中的生物——野炊蛇。没有想到，在书中显示，这种蛇竟然是被东京的冈田武发现的。大雄一听这个名字还有点耳熟，等等，冈田武不就是胖虎的名字吗？他竟然抢先一步被载入史册了。爸爸被他们吵闹的声音吸引了进来。大雄问他知不知道野炊蛇，爸爸当然知道。以前野炊蛇大热的时候，他还去找过呢。听说野炊蛇外表看似是蛇，却又眼睑，会高声喊叫，还能跳起来，跟现在的蛇差别可大了。如果找到了这种生物，肯定会引起大轰动了。大雄一听就更心动了，既然胖虎能找到，那他也可以。他马上就出门，拿着根棍子到处找野炊蛇。路过的胖虎和小夫看他这么神秘兮兮的，问他在干什么。大雄却想把他们赶走。胖虎一看，大雄你还真是胆子肥了啊！现在还敢赶我走？你越是想隐瞒的事情，我越想知道。于是大雄迫于胖虎的淫威，只能把自己在找野炊蛇的事情说了出来。胖虎和小夫被他给逗笑了，都觉得他在痴人说梦。大雄还在庆幸对手已经走了，但是他找遍了附近的每一个角落，都没有发现野炊蛇的踪迹。最后大雄当然是放弃了。哆啦 A 梦看他这个3分钟热度的样子，就气得一头钻进了时光机里。不一会儿，哆啦 A 梦又钻出来了。他发现70年后的未来会有一波野炊蛇热潮，那时候家家都养着野炊蛇当宠物，他们去未来找一只来不就好了嘛？两人坐着时光机来到了未来，在70年后，养野炊蛇就像养狗一样普遍，而且眼前这个小家伙比起想象中的真是可爱多了。公园里到处都是在遛野炊蛇的人。大雄也决定去买一只。他们来到了卖野炊蛇的宠物店，玻璃柜里有好多漂亮的野炊蛇，而且每只的价格只要200日元。他们马上要了一只，但是他们付的钱在这个时代已经不流通了。大雄和哆啦 A 梦又没有70年后的钱，两人只能空手而归。恰好在此时，他们碰上了一个小男孩，准备把自己养的野炊蛇丢弃。大雄就顺势让他把这只野炊蛇送给了自己。他们拿着到手的野炊蛇回到了现代，大雄把笼子放在房间，就去打电话联系记者了。可惜笼子的门没有关好，野炊蛇偷偷跑了出来。不久之后，记者们都已经上门来了。大雄和哆啦 A 梦美滋滋地将他们带到了房间里，看到的却只有一个空空的笼子。记者们都大失所望，觉得大雄就是在骗人。满脸尴尬的哆啦 A 梦和大雄又只能带着这群记者重新去找野炊蛇。一群人正在路上走着的时候，胖虎的声音突然传了过来。原来逃跑的那只野炊蛇逃到了空地上，被胖虎给抓到了。记者们立刻一拥而上，将胖虎包围。找到野炊蛇的人终究还是胖虎。大雄费尽了千辛万苦，还是没能改变未来。好啦，本期问题，你如果要被载入史册的话，最有可能是因为什么呢？欢迎大家留言、点赞和关注哦，咱们明天见。